真正的笔记方法应该是长这个样子。这是经过有效的变化跟分类之后，会说故事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只要记得一个点，你就可以再把其他点连起来了。那所以这样子做立体化心智图笔记，它跟线性的心智图笔记到底差在哪里了？很重要的是立体化心智图它的分类。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BP 品科技，我是 BPW。我拍了 iPad 笔记这么多年，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件事情？这些做完的笔记，我们到底要如何把它记忆到大脑里面呢？否则这些笔记它就只是做好看而已，没有办法帮助你背诵。所以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一探究竟，我使用非常多年的立体化笔记法，它是结合了文字、空间位置以及颜色的心智图笔记法。这个笔记方法它不只让我顺利的考上台大，重点是它对未来的影响。当你想要了解一个领域知识的时候，你可以非常快速的使用这个笔记方法来了解一个很复杂的知识。它会帮助你在说话的时候变得更加有逻辑以及架构，对你未来的面试或是整体的表达都会很有帮助。那今天这部影片呢，我还会使用3个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来佐证这个立体化笔记法。我一样会把影片时间轴列在下方，让大家去点击。只不过建议这部影片大家把它从头看到尾，会对你更加有帮助哦。不管你是使用 iPad、MacBook， 然后任何的笔记软体 ，Google Notes、Notion 备忘录，你做出来笔记是不是就类似长这个样子？它就是一行一行条列式的笔记，分成大标题、小标题或是列点。这个笔记没错，它乍看之下非常有逻辑。但是好，我现在把画面盖起来。你还记得刚刚笔记上面写了什么东西吗？这种笔记类型就是我们典型所讲的线性笔记。好，比如说第一份笔记，我就在讲美国的农业。乍看之下，我们可以知道美国农业它分成5个类型嘛，很简单，酪农、玉米、小麦、放牧、棉花这5个作物类型，它分别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以及气候带。但实际上，你根本无法去快速记得这些内容。或是第2份，这就是经济学，也就是最典型的线性笔记啊。第1周老师教需求，第2周教供给，一直到第5周教市场结构。它虽然看起来很直觉，然后很快就可以记录起来，也能还原老师上课的脉络，但是它的致命伤就是它的知识是分散的。只要内容一多的话，它就会很难以背诵，而且缺乏逻辑的连结。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文字，而是将笔记立体化。大家听到这边，你会觉得很简单，我就是把我这些线性笔记的标题去抓出来，它就变成心智图的开头，它就可以变成立体化笔记了啊。那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它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美国气候的笔记，它就是分成气候一路从富极地大陆到高地气候。作物的话就分成春麦一直到放牧，然后经济发展的话就分成美国4大区块的经济发展。那经济学笔记的话，我知道我就把这5周拆成5个开头的心智图，需求分成这3个，供给分成这3个，市场均衡弹性分成各自这2个。好，那大家刚刚听完我这样子解释之后，你觉得这样子真的有比较好记忆吗？个人来说是觉得并没有，因为这个它只是把线性笔记去把它延伸出来而已，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它叫做线性的心智图笔记。它的知识跟逻辑一样还是分散的啊。你看，你需求、供给这些东西，它还是分散在各个周次，它没有连接在一起。你的气候、作物跟经济发展，它依然还是分散的。所以真正的笔记方法应该是长这个样子。你看，这个跟我们刚刚心智图长得完全一样，但是这是经过有效的变化跟分类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知道说，美国的地理就是从最东边的大西洋一路到最西边的太平洋嘛。最东边的大西洋，我们就知道它的气候是下雨型暖湿气候，然后因为暖湿，所以可以种植棉花。种植棉花，那就可以分类到纺织的工业。那你看，我们这样子是不是马上就知道它的地理位置、它的气候、它的经济以及它的作物？然后一路到5大湖区，温带大陆就是适合种冬麦跟玉米嘛。然后墨西哥湾，因为它就是各种的沙漠，不管是温带还是热带，所以它就是个非农作带。一直到最西边的太平洋沿岸，因为温带地中海，所以就是种地中海农业嘛。这样子逻辑是不是完全就畅通了？那所以这样子做立体化心智图笔记，它跟线性的心智图笔记到底差在哪里了？很重要的是立体化心智图它的分类，那分类可以区分成主题、分支以及颜色。主题尽量涵盖的内容要越大越好。你看，我们一开始如果直接按经济、按照作物、按照气候去区分的话，
那它分支下去的时候，这些东西它之间就没办法有关联了啊。所以你看，我们如果用美国的4大地理区域，它是不是就同时涵盖气候、作物跟经济发展？第二个话是分支，我们尽量要有逻辑。那有逻辑的定义是什么呢？那这边我会使用麦肯锡管顾的思维，叫做 MISI， 全名叫做 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 就是互相独立、完全穷尽。大家一定觉得很抽象，我们就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今天想要增加一个超商它的客人购买数量，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可以去分支这个心智图呢？最简单的就是我知道我可以增加新客户、增加旧客户以及增加流失的客户，这3个加起来，它是不是就可以增加整体客户的购买量？这就是一个有逻辑的分法。这个在 MISI 的定义上面，它称为加法，就是你把新加旧加流失，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整体客户的购买量？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分支方法呢？当然有很多。第一个，我们可以增加客户的数量，然后增加客户他购买的品项类别，然后增加客户他每个品项类别的购买量。那你看，这时候它就是一个乘法的分支，就是数量乘上购买的类别乘上购买的总量。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刚刚美国地理的这个笔记，我们就是使用加法嘛，一个区域它就可以分成气候、作物以及经济发展这3个点，把它加总起来，那这个就是这个心智图完整的分支。第3个非常重要的就叫做颜色，这个也是我多年以来一直跟大家推崇的笔记方法。区分好颜色真的是非常帮助你去查看你的笔记。刚刚的笔记我们就可以发现，绿色的就是在讲作物，蓝色的在讲气候带，然后橘色的它就在讲经济发展。当我们完成这个立体化心智图笔记的时候，它跟线性心智图笔记最大的差别到底是什么？最大的差别就是你只要记得一个点，你就可以再把其他点连起来了。比如说我们想到夏雨型暖湿气候，我们就会知道它可以种棉，对应到的工业是纺织工业。那我们如果只记得纺织工业，我们也会想到棉花，也会想到夏雨型暖湿气候嘛，然后会想到大西洋沿岸。当然我的资质不是那种天生就可以考上台大，我是需要透过努力。所以我自己觉得做完分类之后还不太够。当然如果你是很聪明的人，基本上做到这边就可以结束了。但我觉得最能帮助我去把一个领域知识记起来的最大原因，就是我们要去建立它的因果关系跟它的故事。会说故事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经济学范例的笔记。我帮他建立一个故事，就是今年的时事。你看，今年 iPhone 17 Pro 卖了快4万块，结果销量又创新高。所以为什么 iPhone 17 Pro 它可以卖得又贵又好？这个就是回归到刚刚我们讲的主题，这个主题涵盖了它就要够广。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用 MISI 的方式去区分。我们刚刚用加法，那我们现在来使用乘法。你看卖得好跟卖得贵是不是就在讲数量跟价格？那经济学它就是 P 乘 Q 嘛，数量乘价格就是它的总营收。卖得好它就是数量多就是 Q， 卖得贵就是价格高就是 P。那你看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把 P 跟 Q 切出来，就是它的分支。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去建立后面的这个故事。你看刚刚经济学讲到需求，需求决定因素，它就分成了预期心理、互补品跟替代品。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苹果的互补品超多的嘛，有 AirPods， 有 Apple Watch， 有 AirTag， 有 iPad、MacBook， 苹果有非常多的互补品，去把这个生态系绑定起来。也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互补品，所以你看，像三星、Google、其他厂牌 Android 的手机，这些都是苹果 iPhone 的替代品嘛。那大家因为生态系绑得很死，就不太想要去换到其他替代品。那这个得到的结论就是，苹果它的品牌忠诚度很高，它就算价格涨价了，但对它的销量来说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你看，这时候需求曲线就是陡峭，价格变动很大，但是它的数量变动的很小。那接着我们来看市场结构。我们可以知道，苹果的市场结构就叫做独占性竞争。独占性竞争，它的意思就是说，它不需要透过打价格战的因素，也可以来取得这个市场的地位。因为苹果它可以透过行销，透过它的忠诚度嘛。当它不需要打价格战的时候，它的需求价格弹性也是低的啊。价格变化的时候，需求是没有什么受影响的，它的 Q 是没受什么影响的，所以需求曲线也一样是陡峭的，它就会造成
iPhone 它只要涨价之后，它的总收益就可以有效的提升，因为需求量还是很稳固的。你看我们这样是不是就很快速了解卖的贵的这条故事线？卖的好一部分当然也要讲到需求的决定因素，叫做预期心理嘛。大家预期新款的会出来，那这时候旧款的需求就会降嘛，我就想要买明年的新 iPhone。那供给的部分当然也是，因为 iPhone 它每年的技术都有创新，所以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哦，明年的自拍镜头一定比较强，所以技术创新也会让旧款的需求下降。然后苹果在新 iPhone 推出的时候，不会一次让你买10台、20台，你一次最多只能买1台或2台。新款 iPhone 推出的同时，旧款又会下降。更多的苹果新用户进来嘛，有些觉得说，哦，我预算没这么多，但是我想要第一次使用 iPhone， 它这时候就会进来了。限量分批供给加上入门用户的进入，让整个需求曲线它一直是右移，这就是为什么 iPhone 它每年会卖得越来越好的原因。所以你看，当你把这个故事建立起来之后，然后再加上刚刚前面的心智图3要素，是不是就变得更加的好背诵呢？那这个好背诵，它当然不是我随便说说而已，它可是有经过心理学的证实。但是先跟大家说，我自己发明这个笔记方法的时候，并没有去参考什么心理学的理论，这纯粹是两者之间的巧合。第一个，我们来跟大家讲到理论，叫做双重编码理论。加拿大的心理学教授叫做裴维欧，他在1971年提出了这个理论。他用大量的实验证明，大脑它并非只使用一种语言来思考。他指出，人类有2种功能独立但是又互相关联的认知系统，一个就是负责处理语言，一个是处理非语言的影像。所以当你只要记得文字的时候，你就启动了一条大脑的路径。但假设你在 Google Notes 里面手写文字又搭配这种立体化的心智图视觉结构的话，大脑它就会同时建立2种编码，所以就很像你的大脑它同时存了2种备份一样，你只要一条线索被触发，另一条它的线索也会跟着被跳出来。第二个理论我觉得更加的重要，叫做空间记忆位置记忆法。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记忆宫殿的这件事情。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宫殿里面发生了大火，然后死掉了很多人。那这个古希腊的这个诗人，他可以用眼睛闭起来，他就可以去想起这个宫殿里每个人他的位置在哪里。那在科学界真正突破期要来讲到2014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约翰欧基夫他发现了海马回里面的位置细胞，而莫瑟夫妇他们发现了网格细胞。简单来说，他在说明的就是人类大脑它天生就有 GPS。这跟我们的演化非常有关，我们100万年以来，我们都可以知道说水源在哪里，猎物在哪里，这些都是动物的本能嘛。当我们把立体化心智图笔记、需求弹性放在这个位置，然后互补品策略放在这个位置，当我们在回想的时候，我们大脑搜寻的不是文字档，而是这个笔记它的位置在哪里。比如说美国的气候带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你看我们现在脑袋是不是就马上有这个位置了？所以比起你去记什么你的笔记58页的第3行在哪里，你不如去记你心智图立体化的笔记在哪里。第3个理论叫做加工层次理论，它就是在探讨短期记忆要如何去转成长期记忆。记忆的强度其实是取决于你对资讯加工的深度。最浅层的加工就我们刚刚讲的线性笔记，你就是看过读过文字把它照抄下来而已。其实就跟我在拍 YouTube 影片是一样的道理。我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的时候，我要先去做出心智图的内容。所以你看，我所有的 YouTube 脚本也都是使用这个立体化心智图的方法，然后经过我的理解消化之后，我再输出给你们嘛。所以我不太可能会忘记我过去拍过什么 YouTube 影片，因为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印象深刻了。我已经经过非常多的加工，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神奇的笔记偏方，它都是有经过科学以及诺贝尔奖认证的方法。所以当你把你的笔记从线性转成立体，它并不是在对抗你的大脑，其实这个真的是我们大脑的本能。听到这边之后，大家应该觉得差不多了，但是我到底要如何开始去实做这件事情呢？听起来还是好难哦。那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办法一步登天，你就是需要每天不断的去练习它。一开始你还是需要去把线性笔记做出来，然后就按照刚刚的方式，你先从线性笔记变成线性的心智图笔记，然后你再透过 Google Notes 的套索工具，线性的心智图笔记变成一个立体化的心智图笔记。那或是说，我非常推荐一个软体叫做 Heptabase 这个心智图软体，你只需要去点击画面2下就可以新增一个方块，你可以把这个视窗放大。所以我最一开始都会把纯文字的内容写成线性笔记，然后接下来再去把它做成不同的心智图，然后最后再去移动这些方块，把它变成一个立体化的心智图笔记。但我觉得
得笔记软体不是重点，它就是个方便的媒介。重点还是你要如何去把这个笔记按照我刚刚讲的这些层次去把它立体化。这部影片真的是非常的长，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学起来，真的是非常有用。你看它对我的 YouTube、对我的面试、对我考上大学、考上台大、考上研究所这些东西，甚至是我论文的制作，它都功不可没。所以不管你是上班族，不管是正在准备考试的学生，或是正在准备面试的你，都希望这部影片可以对你有所帮助哦。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大家再见。